国际间呢，我们地处在太平洋，先来关心一下第一岛链现在的一些状况。好，原因是因为从东北亚开始了。东北亚现在呢，我们都知道，在钓鱼台这边他们一直以来都有一些争议嘛，海上是有争议的，现在连天上都有了。日本媒体的报道说呢，中国的海警向他们的自卫队的飞机发出警告，所以现在已经透过了外交渠道来提出反对，强调你们这个做法我们无法接受。毕竟在这边呢，其实是有主权争议的，所以日本先前呢，他们曾经有跟大陆这边来提及，你们有在这边设浮标，能不能把这个浮标给拆了？因为毕竟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是争议点嘛，所以呢，他们曾经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对岸呢，他们以日本的讲法，就是说，目前为止呢，都还是没有被重视，他们觉得非常的遗憾。没有看到大陆这边有一些相关的回应，还有动作，但是你会开始思考了。第一岛链其实它是一个联动的状态，说联动是因为在南海这一边，日本现在也来了。好，美日呢还有菲律宾。因为在菲律宾附近嘛，好，是说跟菲律宾这边来做一个联合演习，但是主力还是美国跟日本啦，哈，12艘的美舰一起来参演，那也加入了美国这边的一些军舰。那现在呢，大家就开始来讲了，美军其实实力现在真的是要深入东南亚，每一年都会有金色眼镜蛇。今年的这个军演呢是2月26开始，为期是有2周，一样是一个大拜拜的状态，但是呢，每一年的演练的项目会不太一样。但是现在在东海，在南海，现在呢，大家都会感觉到是会比较有一些烟硝味的，特别是呢，在欧盟跟东协他们举行了部长级会议之后，里面特别谈了5段的南海议题，针对的其实就是中非之间其实是还是有紧张一些的情绪，主要呢就是美国现在呢，其实在菲律宾这边也开始帮忙他们修一些港口啦，修一些跑道啦。大家就开始在说了，这会不会助长了菲律宾跟中国之间的紧张气氛？美国现在呢，应对中国威胁是已经有直接作为了，他们要打造一个复合作战机队，最主要就是他们发现了近几年来呢，这个大陆在军工业、在制飞机、在制船的这个部分。军舰的这个部分速度都拼很快，他们必须要赶紧的来进行一些复合作战的一些研究。那菲律宾的外长呢，则是认为了，不管说你们美日或者是这个中彼此之间怎么较劲，我们是觉得啦，我们菲律宾啦，不应该把我们印太发展过度描述成美中竞争的一个状况，毕竟。回过头来想一想，你把这些把自己跟他们完全挂钩在一起，好像也没有多大的好处，对吧？因为呢，现在你来看看大陆这边003福建舰即将要海试了。目前呢，除了正面之外，侧面的曝光了，大家就讲啦，说这个侧面曝光之后呢，其实有一些看不到的战力开始在讨论是不是福建舰被低估了。最主要就是它里面呢有一个这个轨感式的核心技术，里面呢是跟电磁集成技术有关的。在美国这边呢，他们是开始在思考说，它是不是已经超越了原本他们对它的预期？因为那个天线是可以来做雷达扫描啦，可以来做电子作战啦，或者是拦截加密通讯等等。所以呢，这一些关键技术的部分包覆在舰岛里面，现在你可能看不到，你也还不太清楚它的作战能力是什么，但是有没有可能你原本对它的预估其实是对它低估了？这个是现在美中双方在军力上面彼此在一个探视的阶段，甚至呢，现在南华早报这边呢，他们也才报道了，说美国的福特号呢，其实它那个轨感呢是比较高的。那这里面呢，大家就说了，福建舰是一体式的，是不一样的，彼此之间军事上面、军力上面开始在思考怎么样做才是对的，或者是说怎么样做才能真正的立刻对方。回过头要请教彬哥了，你怎么样来看？好，原因是因为现在日本媒体的报道说，中国海警呢现在竟然连空中也要管，你怎么样来看？因为中国大陆其实就很明确的，就是他要伸张他的主权在钓鱼台这附近，所以他现在定期的在那边就有3艘船舰，而且以前是海巡船，现在他甚至出动解放军的海军军舰，所以我觉得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日本，这里就是我的领土。那日本当然对这个也不会做事，所以双方在这边的角力未来会越来越多。那至于日本外相，虽然说他要求中国大陆去测浮标，我认为中国大陆绝对不会理他的。那
双方这种对峙的情况，未来可能几年甚至10几年都会一直持续这样下去。那我认为双方不至于会演变成冲突或是战争，但是彼此之间你来我往，这是必然会出现的。所以我觉得日本大概在这一方面未来要头会很痛，因为要增加非常多的预算在这个地方。那美国当然在南海这个地方一直要展现它的实力，那也一直要阻绝中国大陆在这边的发展，所以是美国一心一意阻止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签订。他带着菲律宾让他拒绝这个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目的就是让美国的势力还可以直接深入在南海这个地方，所以美国就会不断的在那边操练。但是美国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它的船舰数量不足。你跟中国大陆的下水饺一样方式的这种建军相比的话，美军军舰的产生速度实在是太慢，而且数量越来越居于劣势。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只好把它现有的舰船重新再编组，然后战机重新编组，变成一些特混的编队，然后来这样使用。可是问题是，美国不是只有单独在南海这边有问题，它现在还有乌俄战争的问题，还有加萨走廊的问题，红海这边它也要去护航，所以贝多利分嘛，美国一定是捉襟见肘。所以对美国来讲，如果未来这些其他地方的战事没有办法停止的话，它在南海能够调配出来的东西就越来越少。现在它在东北亚这个地方，因为防范那个北韩的关系，所以它有3艘航母战斗群都集结在这里。可是问题是，其实它有雷根号应该是要回去整修的，所以在这个情况大概也不可能维持太久，所以很快雷根号可能就要回去，它就在西太平洋这里就减少到只有2个航母战斗群，那它的实力就会更加削弱。所以对美国来讲，未来怎么去分配这些船舰，然后分配他自己的部队，真的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所以美国也希望其他地方战争赶快停止，可是恐怕没那么容易，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乌俄战争跟加沙走廊这边看起来都不像是在几个月之内就会停下来的情况，所以这个非常的麻烦了。那至于说福建舰，它的一体式集成桅杆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科技，实际上它在055上面就已经用了，然后在它的福建舰上面又重新整合。那你重新整合在一起，看起来好像就是把所有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其实不是，因为彼此的电磁干扰这是非常麻烦，要解决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你看美国有没有这样的设计？有哦，它的朱瓦特级就是这样，也是整合在一个那个顶舱里头。可是问题是，它其他舰为什么不这样用？因为太麻烦，你光是 debug 就要非常久的时间。所以你说在这种方向来看，对福建舰确实看起来比美国的福特号看起来还先进一些。但是你话说回来，福特号毕竟比较大，而且它的电磁弹射轨道也比福建舰多一个。所以如果以战力来比的话，福特舰应该还是在福建舰之上。我觉得这一点也不要过度的吹捧。是，请教一下介大使怎么样来看？其实就这个日本的立场来讲，他认为钓鱼台是属于日本，可是从大陆的立场，大陆认为钓鱼台是属于中国大陆的。对，所以双方就看你怎么样来实践你的国际法上的主张嘛。那事实上的话，我们从地理位置来讲的话，这个钓鱼台距离温州中国大陆最近一个港口330公里，可是钓鱼台距离日本虽然琉球它过去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后来被日本的这个等于强制并吞到目前为止，美国不承认这个琉球是属于这个日本的。日本在美国的这个实践里面美国对琉球只有行政管辖权，对，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琉球的最近它的首府首里距离钓鱼台有410公里，对，所以从地理位置来看，你它跟日本的渊源是很远的那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在日本本来大陆跟日本的谈的这个方向是搁置争端，大家不要去改变现状。可是在这个安倍首相的时候，他突然把这个钓鱼台国有化以后，这个事情就开始变成一个严重的争端。那争端开始以后，中国大陆就直接用海警船跟海军的舰队直接就对钓鱼台实施直接管辖。所以日本人认为中国大陆每天都侵犯日本的这个领土跟它的领海，中国大陆认为说钓鱼台本来就是我的我每天都要派我的这一些所谓的海警船都去巡航的。所以照日本方面记录，中国大陆海警团在钓鱼台水域
一年大概只有10-20天不出现，其他全部都在那边。因为中国大陆，而且中国大陆是驱赶日方的渔船跟日方的这些因为中国大陆讲，你那个钓鱼台附近的12海里那是中国的领海，你不能够入侵的。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在钓鱼台过去快10年了，都在基本上在实践钓鱼台是属于中国领土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实际派讯号。所以日本的这个军机如果它侵入到钓鱼台的这个所谓的领空的话，事实上这个是从中国大陆它是可以把它击落的，可是它在附近的话，它就是警告了那当然这个事情并没有到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程度，可是日本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因为第一个日本鞭长莫及，第二个日本的海警船吨位跟它的这个实际的执法的能力跟中国大陆海警团实力有一样的差距，所以日本就每天在那边做记录又中国海警船多少。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日本外相讲这个上川洋子讲这个 EEZ 里面发现了中国大陆的这个浮标要中国大陆撤除这个从海洋法上来讲是没有依据的。EEZ 是什么？就是说你的专属经济水域，你只有这边的水资源、水下的跟这个海床上资源是属于你的，你没有办法在那个水域里面行使你的主权行为。别人在那个讲那个是公海，那个不是属于你日本的领海，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日本会做这样子说你在这边有这个是你的 EEZ， 你要行使这个公海里面的主权行为，不，你就领海里面属于这个是。有一点荒谬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任何国家可以你公布你的所谓的那个专属经济水域可是你要看你从哪里开始画你知道日本在这个冲之鸟岛，他说那个是他的一个岛，可以作为划设领海基线的一个基点，你相信吗？你接受吗？那个离日本已经有1000多海里，然后那个是高潮时基本上落下水面，完全靠什么人工搞出来一个岛礁。他说我从这里开始画200公里以外都是我的海里，都是我的经济水域，这样合理吗？没有人承认所以日本跟中国大陆事实上日本公布的日本的这个经济水域，中国大陆有没有承认是一个问题中国大陆如果连承认都不承认的话，那你有什么权利呢？叫人家说这就是我画一画这就是我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日本所以他没有办法他采取行动他自己法理上应该是有很大的问题。而且再重申一句，我们舰长也是海洋法专家，你 EEZ 你不是你的领海你没有主权权利你只是对于水资源海床上面这些是属于你的，可是呢你没有在那边实行你的公权力把人家水面上的东西人家都不能，那是公海，要搞清楚。是中日之间确实在钓鱼台以及在整个附近，他们基本上还是在持续的争端着。但是呢，现在大家看的是大陆它的海上实力。请教一下小舰长了，因为003福建舰，大家一直在讨论到底实力怎么样？实力没得讲，但是我们先讲钓鱼台。那个我们看这个钓鱼台也就是我不断的在追踪这个有关于中国海警。它进入钓鱼台的一个状况我必须这么说，每一年它都非常长时间的在钓鱼台的海面，而且它一开年就很快的会进入钓鱼台。那这是我们看到2021年、22年、23年、24年，这是最新的，今年也是如此。那最近的这3年出现的一直都是海警1301号。那1301号呢，其实它是3450吨的一个那个海警船这个海警船其实它的吨位也只不过比我们台湾的成功级略小一点而已那我必须这么说，我们台湾甚至在钓鱼台它有邮递区号的，它邮递区号是290，这就是一个主权的象征。那中国大陆它的海警船去进入在领海之内巡弋，这个也就是主权的象征。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中国，两岸都在强调那个就是中国的土地，没有一个子孙可以自动的放弃这个土地。不过我们各自表述，也就是大陆说的是
钓鱼岛，我们说的是钓鱼台，其实都是同一个地点哦。那当然，燕营刚刚指定的一定要做啊。也就是说，我们来看福建舰啊，福建舰大家都能看到他们叫做什么？解放军叫做针通导抗一体化桅杆。那大家只讨论桅杆啊，我讨论雷达。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福建舰它的雷达，它的重叠，它的前后重叠比较少，左右它重叠的比较多。为什么左右重叠的比较多？因为攻船飞弹都从左右来的，从前面来的比较少。为什么？因为前面的所谓的雷达截面积比较小，所以一般来讲，逻辑计算机或者是飞弹长下达指令的时候，都是从侧边来。你说，这样有比较厉害吗？来，我们来看上一个等级的山东号，山东号这里它的重叠也就只有30度了。好，那我们刚刚比较的对象是谁？比较的对象是福特号。福特号就跟辽宁舰非常像，它就是它的相位阵列雷达就是前后左右，可是它的雷达看不了180度啊，它的雷达只能看到120度，也就是它的重叠区域非常的小。那当然，其实这就是我曾经研究过这个解放军它的所谓的科技树啊，它的科技树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位阵列雷达从052D 开始往下，第一个装备的也就是山东号，然后接下来055，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的是福建舰。那它为什么角度会有改变？因为它在提高它的性能，它有不断的进行演训所得到的成果，但是我们看到福特号它没有，它只是前后左右。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以雷达的拦截率来讲的话，事实上就比较低。那什么叫做针通导抗一体化桅杆？侦就是侦查，通就是通信，导就是导航，那抗就是电子对抗。其实这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电磁相容。你如果电磁干扰的话，对不起，这根本不能用。但是解放军这样做，表示中国大陆在这样的一个电磁相容的水准，已经到达跟美国并驾齐驱的一个地步了。到底呢？现在在整个2024年又有另一番的新局面，特别是美中双方他们其实在军事上面空中的战力、海上的战力推陈出新，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呢？因为世界局势正在改变呐，特别是在中东这一带，大家等等回来聊一聊。聊聊中东哈，因为现在呢，美国他们要开始在中东这边展开多层次不同时间的报复。好，第一个是什么？30分钟的报复式空袭。现在说呢，亲伊朗武装组织在这一次的袭击当中呢，有18个人死亡。那目前呢，叙利亚跟伊拉克通通都谴责，认为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就是加剧了中东之间的冲突，甚至呢，直接的发出了正式的外交照会。哈马斯呢，直接讲说，你们用这样的方式来作为回击，其实只是火上浇油，甚至还说保证你啦，如果呢以色列停止侵略、种族灭绝之前，中东是没有办法获得稳定跟和平的。所以回过头来说，其实这一切又是跟以色列在加萨走廊这边战争是会有联动关系的。但是呢，对美国来说，他觉得背后的主使就是伊朗，所以现在对他加大制裁的力度，甚至要阻碍弹道飞弹还有无人机的采购。好，讲是这样讲，但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对于伊朗来说，这真的有伤吗？他被制裁还不够久吗？现在呢，美英现在是直接联手了，因为还得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在红海这边的问题。所以呢，现在他们要进行第3轮的联合打击了，13个地点，36个目标直接的袭击。但是这个胡塞组织呢，基本上现在即便 Austin 都直接讲了，你如果不停手，我们就会继续打。但是看起来好像基本上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伤害嘛，胡塞组织还是持续的在这边，甚至连
军舰都敢打，好，甚至呢，他越来越打得准。大家开始在思考了，美国这一仗如果拿不下来，是真的脸面会丢掉哦。因为毕竟呢，现在有报告指称了，中国呢现在也开始在红海这边在护航船只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开始在思考了，如果中方也要跳进这一局，说我来帮忙护航船只，而大家发现，跟着这个歌走好像比较安全，中东局势会不会因此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改变？这个是可以观察的。而这一切呢，当然都会影响到的就是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了。目前最新的战况，拜登呢现在在南卡的初选选得不错哦，将近97%的得票率。那他说呢，一定会赢川普。只是呢，其实从这几个月来看呢，基本上选民对于川普、对于拜登都不是很开心啦，就是想要新面孔，觉得说怎么4年了还是这两个人这边穷缴获。特别的是，拜登呢现在的支持率好像都是输川普的，甚至呢在阿裔的部分，最主要就是因为中东的情势，所以让他支持度是狂跌的。以前这个基本上都是拜登的票，因为川普呢基本上对于非白人等等的其他族群、其他种裔来说，不是那么样的友善。所以呢，大家对于川普其实没有办法支持，但现在连拜登中东这边都搞不定，支持度狂掉，大家开始在问，那他到底能拿什么赢川普呢？现在看下来，两个人之间差了6个百分点，虽然还有大半年的时间，但有没有办法把这600个比回来，或者是呢，他会继续这个洞越来越大？这是后续要继续来观察的，怎么样把洞补回来？年轻人其实这一块也因为呢加沙走廊这边的战争，拜登没有办法来好好把它 hold 住，所以呢流失的也算快。现在他们就开始来讲了，这一位年轻人很喜欢的泰勒斯，之前他是 endorse 那个拜登的，今年能不能够再请求他来帮忙，变成了在共和民主之间讨论的一个最热烈的话题，谁能够得泰勒斯，谁就能够得天下。竟然出现这样的局面，请教一下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对于美国来说，几件事情，内部的这些边境的问题，年轻人族裔的问题，还有就是中东的问题，这些都是拜登急需解决的。他的报复是有用吗？我觉得美国现在是内忧外患啊，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跟这个拜登关系非常密切，因为拜登之前美国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有一个州的州政府跟联邦政府对干，那濒临一种外面很多人跟他美国可能要发生内战了，这种危机美国很少发生，可是在拜登的任内3年短之间就发生这种事情。那另外就是说，你看就是说过去冷战结束以后，有在美国一个总统上任3年之内就打了这么多场战争嘛？美国到处用兵啊，对吧？另外，虽然美国没有直接涉入，这些战争跟美国都息息相关。俄乌战争就是一个，然后以巴战争就是一个，现在又发现美国又开始在这个中东地区也可以说是大开杀戒了。那又是他的这个飞弹又到处乱飞，那这个都是我觉得都跟拜登有关。如果不是拜登当总统可能不会是这样子。如果是奥巴马的话，不会这样。我觉得甚至连这个小布希都不会这样，因为他这种做法的话，事实上对美国是不利的。所以搞得美国现在是什么样？内忧外患。先讲外患部分，外患这一次拜登事实上他经过1个礼拜他才回首对，可见这个事情越来越难搞了。要以前的话，美国的军队在海外基地被炸了，他立刻他就报复啦，怎么会拖1个礼拜？对不对？而且这次死伤惨重在这个1个礼拜前，在约旦这个境内的美军基地所以 Tower 22这个基地被炸了，死伤是差不多将近50个人他是在这个佛脚被攻击，当场就3个人死亡，然后几十个人受伤他的等于说夜间被拂晓攻击，被偷袭了。那这个如果放在过去的话，美国很快他就报复了，而这一次事实上拖了6天。所以很多外界就说，这就显示出拜登政府现在非常的审慎。他现在他不报复的话，拜登在美国的声望会受损。因为拜登这次出手说，他之前就讲，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任何美国人的生命被别人伤害，对，尤其美军的生命，我们绝对不会做事。
那拖了6天，然后最后那个之前大家都在讨论说，到底会不会打伊朗？对然后还是说要打别的地方，那果然没打伊朗，因为伊朗的总统在昨天在这个攻击之前，他也做了很像强硬的这个哈，那我们说法，他说我们伊朗不会主动发动战争，可是我们会任凭任何国家对我们的霸凌行为，我们会采取，我们会如果有的话，我们会采取强硬的这个回应，所以也是对美国的警告。那事实上就是说礼拜6嘛，就是说对美国来讲，昨天他这个还是怎么样远距攻击，对85个地方发了125枚这个导弹。那这些地方没有一个地方，85个地方没有一个是伊朗的，都是叙利亚跟伊拉克2个地方。那人家就变成说叙利亚跟伊拉克，你美国可以随便打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你想打谁就打谁？国际法还存不存在啊？所以叙利亚、伊拉克就强烈反应。可是问题就变成这个问题就显示出来，现在美国拜登总统事实上已经问题已经够他烦了。那么他这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只是一个交代，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的。是，请教小舰长。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燕莹谈到说，有媒体报道中国海军已经在红海护卫商船，其实报道这则新闻的是 VOA 美国之音。美国之音呢，我们必须这么讲，它是国营的广播机构，那也就是美国开始证实了解放军开始进行这个红海的相关的护航的行动。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嘞？大家无法证实的时候，美国为什么如此做嘞？我们想一下1月26号、27号，王毅是不是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他进行了个会谈？会谈之后就出现这件事情，意思也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美国海军的实力已经不行了，所以他必须要拜托解放军来介入。正好解放军我们讲到第45批，也就是118编队，那118是乌鲁木齐052D 飞弹驱逐舰它的一个舷号这也就代表说，现在解放军不但在亚丁湾护航，而且也在红海护航，代表中国大陆的实力不断的向外，海军实力不断的向外扩张。那我们接下来如果我们继续看这个，他们这段期间里面到底拦截了多少飞弹？我们来看一看，这里到底发射了多少？这里发射了一共有33枚的反舰弹道飞弹，还有我们可以看到4枚的反舰巡弋飞弹，还有28枚的那个6枚的陆基的巡弋飞弹，还有114架的无人机，还有两艘的无人舰艇，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一个作战形态。这一个我们必须讲这一次的战争让我们第一次看清楚，也就是弹道的攻船飞弹第一次在大家的那个眼中可以看到它怎么样攻击的，而且这个不是解放军的，这个是胡塞组织的。解放军的东风21D 跟东风26更厉害。是，那也想要请教一下彬哥了原因是因为内忧外患啦。现在拜登说要选的赢，他靠的是一个泰勒斯我觉得恐怕想太多。泰勒斯当然他会有他部分的影响力，可是你跟川普之间的差距这么大，难道泰勒斯的支持者能够一下扭转6%吗？这个实在是有点太困难了。那当然我认为泰勒斯可能还是会支持他，应该是这样，因为泰勒斯听说非常讨厌川普，所以他应该是会支持拜登。可是问题是，拜登还是要靠自己啦。我觉得在目前的国际局势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没有办法尽快结束这些战争的话，他看看国际上的几个消息，包括在产业面方面
TikTok， 因为抖音我们前几天讨论到了哦，抖音现在突然在美国选战打得正热的时候，被拿来当战犯一样。国会的听证权利把新加坡执行长周受资叫去听证，8次的质问他：你是中国人吗？你对什么天安门事件的看法吗？就对方说我是新加坡人，结果他还说：哎呀，新加坡是最影响被中国影响最多的介入渗透的地方等等的，所以引起了很多讨论。但抖音一样跟卖衣服的几个网站吸音一样，在美国游说经费增加啦等等的，都代表着中国相关的数位服务相关的服务受到了很多当地民众的欢迎跟支持，但政府却是要用抗中来反对这一波民意的浪潮。那其中中汽的超越特斯拉这件事情，过去在马斯克被好多年前啦，被媒体访问的时候，曾经人家问他你觉得比亚迪怎么样？他还说啊，你看过他的车吗？他怎么会是我们的对手呢？多年以后，现在在销售量、业绩量已经超越了特斯拉。特斯拉最近刚好出现了好几个问题，包括2月2号的时候发生了说全美220万辆车都要召回。其实理由不是事故的原因或者是瑕疵，只是说警示灯字体太小。但是这表示它严谨吗？总之，他为了怕导致事故风险增加，把220万辆车通通召回了。再来，3号又来了，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宣布要调查33.4万辆的特斯拉的车款里面无法转动方向盘的问题。的确有一些用户说，正在紧急的状况之下，方向盘突然无法启动、无法移动，以至于才会发生交通意外事故。所以联邦政府出手介入，说特斯拉一直把问题推给驾驶，不愿意去解决车辆的方向盘故障问题。这如果是真的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可就大事情了啊！那当然，富士比的杂志报道，中汽超越特斯拉，令美国人心碎。意思是说，比亚迪的全球销售量已经超过了特斯拉，让中国有个真正的竞争对手了，终于把它当对手了。但销售量增加，当然跟中国市场的围堵啊、对抗都有关系。比亚迪月销20万辆，增3%的是中国6家电动车公布的1月销售额。其中，比亚迪是以20.1万辆遥遥领先啊。那比亚迪扩充了巴西电动车啊，然后各地都有更多的充电站，各种的这个往国际拓展通路的状况当中呢，其中一个关键点来自于研发经费。那企业都知道，研发经费是看不到，但是最有前景、最需要。但关键能力有没有办法发挥的一个要素，所以这个 R&D 经费，大家看看各国里面，美国、欧洲跟中国比一比哦。欧盟就公布啊，这2500家的主要企业的研发经费呢，居然中国这个17.8兆是超过了欧洲的17.5，还有仅次于美国。不过美国真的非常的高，42.1，这也难怪它科技领先当龙头。那所以它越来越高的研发经费促成了它现在的产品升级，也更有市场竞争力。而以中国的企业来看看他们研发经费比一比就知道了，华为光是研发经费209亿欧元，比其他的前几名呢，像阿里巴巴啦什么等等的都高过几十倍之多。所以在投入的209亿研发经费当然是带动火车头发展的关键哦。但是欧美要制裁中国相关的企业啦、晶片啊、科技围堵战呢，显然被形容是防不胜防。为了晶片的问题，中国以3倍价格现在传出来，在台韩新这个地方由其他的企业去抢嘛，抢 NVIDIA 的被管制的晶片啊，然后呢以高价再卖到中国去就好啦。那尤其现在晶片奇货可居，上涨价格可以高达60%之多哦。那被管制的国家，真的美国你像过去一样吗？管制一个国家可以让那国家毁灭灭亡啊，到投降为止。现在好像美国队长的效果不如以前，例如像北韩好了，也一直要强烈的抵制北韩。那被说原来北韩出口量最大的产品是什么吗？我也是看了新闻才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原来假发、假睫毛、假胡子是北韩外销出口最高的金额，每年可以1600公吨，价值1.67亿美元呢。那结果被围堵啊，这个不能卖，那个不能卖。结果呢，他就以中国制造的名义出口到西方啊、日韩市场。所以，就算路透社报道的2006年，联合国就通过数十项的制裁决议，然后呢，没办法，世界上还是很多地方，西方都看到了这些假睫毛，穿越了美国、欧洲的各种管制。所以，日经评论分析，
美国应该要从制裁华为失败的这件事情学习到教训，一直要制裁华为，就搞了半天，全世界还是到处都是华为。那尽管说这个各种的制裁措施，他觉得已经很这个强力的在做制裁，但显然效果非常的有限，甚至是不管用。那么以至于让整个制裁效果反而更后坐力，影响到美国或自身的经济吗？这种把全球化推回原点去切割市场的方法，恐怕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潮流，需不需要检讨呢？亮哥，我们来看看特斯拉跟这个比亚迪的大战。比亚迪其实那个特斯拉其实有点像苹果手机啦，就是它只做高端的嘛。那比亚迪已经变成是从便宜到最贵的，通通都有。这个比较像是三星的策略，是，所以当然它的总销量就会变大嘛。所以你如果是从比如说特斯拉那个价格那个级别的车款来做比较，你特斯拉不一定输啦。可是你是做总销量来比较，你当然会输啊，因为而且是让你的销量逐渐降低的，也不是只有比亚迪，因为中国大陆专门做中高价格的那个品牌还更多啊，真的耶，并不是只有特斯拉，并不是只有比亚迪啦啊。那这个当然就要怪特斯拉跟苹果自己啦。我坦白讲，站在中国消费者的立场啊。他就觉得你这两个美国品牌实在是没什么创新呐，比如说特斯拉你去看3年前跟现在的几乎长得一样啊，差别不大。那中国大陆你去看那个电动车，结合各种人工智能啊，还有跟各种这个物联网连接啊，外形也越来越漂亮。是啊，所以人家已经演变得太快了啊。苹果也是啊，你苹果这次那个 i15 就被批评啊，说跟 i14 没有想要换机啊，就是差别没那么大诱因啊，对。所以你如果今年 i16 没有令人眼睛为之一亮，你也是很难竞争啊。事实上，它的整个市占率已经跌到差不多20左右了嘛，而且华为去年是8月23号才上市，所以你今年碰到的竞争一定更大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常年当老大哈。自己不求进步还在怪别人呢，你知道吧？我觉得这个是最典型的，尤其是特斯拉，因为你马斯克根本就不专心嘛，你整天都在搞一些有的没的嘛，比如说一下搞火箭一下搞 X 啦，最近又要搞什么电脑的晶片，弄到大脑里面的晶片，对不对？他就是你这个人不专心，你怎么可能可以做得好？我是非常怀疑啦啊！而且中国大陆现在是这样，它已经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比如说，他现在连那个汽车的货柜轮啊，他今年采购了24艘货柜轮，所以你可以想象今年，去年下定嘛，所以比亚迪的第1艘货柜轮已经做好了，荣景才刚开始，一艘货柜轮可以放上去7700部车，哇！所以你可以想象嘛，而且因为它任何价格都有，它价格可以低到8万人民币啊。你去想一想，在台湾我们台湾不就是刚好竞争力很强啊？对啊，就是入门款嘛，不是吗？那至于这个抖音啊，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美国人不懂啊，他是故意的啦。质询他的人是阿肯色州的参议员 Tom Cotton， 这何许人也？哈佛毕业，今年47岁，被共和党跟茶党广泛视为明日之星。共和党的他真的不懂吗？我不相信啦，故意的啦。这个就好像你说我们台湾在质询的时候，你认为王定宇是不懂吗？王定宇真的对中国的经济企业真的都不知道吗？不是的，他是故意讲给他的选民听的。那这个就是美国政治的问题，就说民粹的动员越来越重要那讲给选民听的议题必须要非常简单，贴标签，站队，表达你的立场。稍微复杂一点的选民都听不懂。那媒体不管是尤其是网媒啦，就是两极化嘛，那同温层越来越厚嘛。所以你说他讲话是讲给谁听的？比如说川普讲话也是这个样子啊。你以为川普不懂吗？不是的。
他必须讲给他的共和党的选民听。煽动的那个情绪。对啊，因为这些人只听得懂这种语言啊，就是这样啊，这是美国政治的悲哀了。教授，将军、舰长，不好意思，怎么看？从这几个美中围堵中，想要在竞争，显然一直没有在一个正常的路上啊。我想他有说一个说美国封锁华为的教训，我觉得这个教训是什么？就是封锁。什么叫封锁？你要包得密不透风，这才叫做封锁。封锁成功嘛，一个都不够。你要如何突破？你钻破一个孔就叫突破。这两个你就知道这个差异太大了。你如何封锁这么密不透风？我只要钻一个孔，所以这两个基本上难度就差很大。第二个呢，你要知道美国就是一个，他单一一个在这里喊的我要封锁这个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可是除了美国以外，我先问买方跟卖方的厂商，他们会不会配合？他打从心里不愿意配合啊！我当然希望做生意卖给你嘛，你当然希望去买啊。那结果你限制我不行，所以我们双方会想尽了方法走灰色地带，不管什么样的减规或什么怎么绕，这是一种。第二个，除了买卖双方的厂商哦，还有第二，买卖双方的国家都可能跟着一起配合，你知道吧？好比说北京会不会配合这个封锁？哎呀，抓到了这个走私，然后就重办，不会的，他可能还偷偷鼓励呢。那卖的那一方也可能，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去爱美国、遵从美国的呢？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讲，钻巧门的方法很多。好比说，你可以去透过第三地，你可以去经过二手，你可以去收买对方的人才，你可以去收买对方的知识。他人不要来，你只要知识过来就行了。那第二个，我讲一下这个，因为我以前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比亚迪能够这么的大胜，他凭什么？中国人造车这么厉害嘛？但是我后来上网仔细的研究比亚迪那种高端的车，我就发现其实比亚迪的车跟不单是特斯拉，跟什么 BMW 这些什么宾士这车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你知道？所有欧美的车都叫做车，那个车在干嘛？把你从甲地送到乙地。你知道中国这些像什么比亚迪这些高档车，他们在做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在做移动空间。他把你从这里送到那里的过程中间，你可以在上面几乎那个里面就是一个办公室，你可以做出一切你想要做的公务，你也可以在里面享受，好比说电影什么什么的。两个出发点截然不同。当然，可能很多人想得快，就想你开车就开车，你怎么可能又去处理你的公务，又去看这些电影呢？因为他们做的是自动驾驶，而且自动驾驶现在非常的成熟，所以你知道。这两个出发点做的就是截然的不同。当欧美这些汽车厂才发觉，好像我们也要这样做的时候，对不起，想要去追要花很长的时间。好，教授，我们在看到整个中美对抗里头看到中国企业比美国超乎预期的更快，竞争力的崛起，销售量的崛起。其实 R&D 研发经费当然很重要，就是技术力创新，所以他们才会想要用晶片。阻止它的科技往上去发展，成为竞争对手嘛？但以目前的发展来看，看起来是失效的吗？其实美国感受到中国大陆科技上的这个挑战最初其实就是大陆在这个所谓的专利权的这个拥有上，大陆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专利拥有国。那大陆在专利上这个快速成长，特别是在公司拥有的这些专利上当然对美国来讲构成一个很严重的、很严厉的一个挑战。那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开始积极的，就是说要去针对这些大陆所谓跟这个军事有相关的这些企业进行制裁或进行围堵的这些措施其实背后还是一个科技的竞赛了，背后还是一个科技的竞赛。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去看到这些大陆这些排在前面的公司，华为，然后这个腾讯、阿里巴巴基本上他们都跟什么相关？都跟 AI。然后美国，大家知道美国其实因为美国的这些排名在前面的公司有哪些呢？第一个是叫 Alphabet， 就是 Google 啦；第二个就是 Meta， 就是脸书；然后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就是微软，然后苹果这四家公司是排在前面。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相对来说，虽然大家刚才讲到这个电动车好像很火红了，但事实上电动车的研发的支出来讲，其实没有像其他这些公司，像在这个晶片也好，或者是在这种所谓的就是所谓的电子商务这些公司，为什么？因为他们涉及到大量的这种 AI 或是云端这些的这
这些投资、这些的研发。所以这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出这个所谓上下游关系，这种所谓的这个趋势，整个引导的趋势，就是科技发展的这个整个趋势，还是在这些所谓传统的科技巨头。当然讲到这个特斯拉，现在特斯拉除了关心他的车要召回之外，还有就是因为这个马斯克他的这个巨额的天价的这个报酬呢，被德拉威尔法院裁定是这个不合法的，所以他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说，是不是要从德拉威尔搬到德州去哦？可是其实真正来讲，这些核心的问题，特斯拉我刚刚讲还是下游的，就是说还是相对来讲是下游的，上游的是晶片业。所以美国最近又开了新一轮的制裁，针对中国大陆的公司，包括什么呢？包括长江储存，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华大基因啊，那像这个大疆，那这些其实都是进一步，就是美国要能够进一步去延缓中国大陆的这个发展，但是这个其实是有反作用力，比如像辉达就针对这个中国大陆有 H20，专门针对中国大陆的规格。那这个其实又反映了另外一面，就是拜登希望推动美国晶片业的这个推动美国这个晶片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但是他的这个补助太慢了。所以说，他如果不再扩大制裁的话，中国大陆的晶片可能会更快速的崛起。那当然，这个就会面临到美国产业的一个反弹。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家美国这个不输出晶片给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可能就自制啦。就像刚才看到这么巨额的这个研发投入，所以美国企业也是处在这两难。那当然。未来这几周可能就会有一点变化，因为拜登的这些补助有可能在未来这几周就会正式宣布哪些企业会得到补助。那这个是我们下一个阶段可以观察的重点。是在面对总统大选，对美国来讲啊的大选，除了产业面要抗中之外，在国际处境上，当然新闻事件也是非常的多。现在看一个最新的画面是，昨天英美联手攻击了青年运动军的36个目标。我们看到画面上是包括了有13个地点，36个目标，有地下武器库、飞弹系统，还有发射器、防空系统、雷达等等的，发射了超过125枚的精准导弹去攻击。那被说这个美军出动 B-10BB 的这个轰炸机去攻击，可携带的核弹影响力不容小觑。也就是说，他现在攻击哪里呢？往这个地下武器库这些地方攻击，是来自于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去做的。前2天的是伊拉克相关的周边，所以这是在约旦的美军基地被攻击。轰炸造成了3名美军士兵的死亡，40个人的受伤之后，1个礼拜之后才做出来几个连续的反应动作。其实隔了1个礼拜，为什么大家有很多讨论？其中扩大制裁说要断伊朗革命卫队的金流，是认定了是这个机构来提供相关的武器，甚至造成了相关的攻击。那所以不管是用制裁的方式，或者是以打击伊朗的弹道飞弹这些硬体设施来进行轰炸，表示报复之外，还有美国司法部也对伊朗扣押52万桶的伊朗原油，查获中国石油公司试图洗钱等等1.8亿切断伊朗恶意行动的非法金源来说，来自中国石油公司。这个是美方现在的做法，这个是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来反击了。他说，昨晚美国对叙利亚、伊拉克的攻击是危险行动，又一次的战略错误，徒增区域紧张跟动荡。但这种一连串的动作以来，显然是必须要对国内的选民交代，因为这1个礼拜以来，哇，这个拜登的威望一直在其他的议员的攻击里，连自家人都一样，认为你怎么可以软弱无能，没有去报复？当我们美军也性命受到攻击跟轰炸的时候呢，那动手去报复的时间点，为什么苦等1星期？媒体有很多分析，因为呢，各方等待美军攻击已经好几天了，共和党呢对回应时机力道已经骂到不行了，国内的这个轰炸是已经其他的议员都快要撑不住的时候，结果外交专家说，这是要让德黑兰撤出人员，以免美伊双方万一爆发更大的冲突的时候是没完没了的。那被形容拜登的做法更强，比之前更强硬的前总统雷根、川普形成对比。那他说真正的重点是要砍掉蛇的头啊，擒贼先擒王的概念。过去
怎么样才能让选举有这个起死回生这种效果啊？有说之前公开吊死海山、宾拉登遗体被拖出来等等，一下子就会让选举扭转吗？塑造一个强人政治领袖的这样的风气的风范啊，那就可以赢得大选嘛？那美国的华府智库学者说，如果拜登真的袭击伊朗，像川普这种共和党人就会谴责拜登是好战分子啊，所以反而他拖1个礼拜的原因有各种的分析跟考量。但无论如何，光看看时间点结果论来往前推好了哦。现在呢，拜登在南卡州总算有个地方被形容初选告捷，而且得票率是97%，这么的高。那他扬言要让川普再成为手下败将。从时间轴看起来，你看1月28号就已经被攻击，等了这么多天以来，2月3号开出了这个漂亮的胜选的初选。其实前一晚刚好有伊朗民兵他去攻击，然后很早的时候，他只是说：“哎呀，我们已经决定好怎么做，都不对外透露。”等到初选前1天吗？所以很多媒体分析，是不是就是为了初选时间、民意的关系，要等到前1天轰炸才能够展现一个领导人强力的风范嘛？但拜登的当然手上的问题非常的多，失业率虽然国内的话经济牌有没有可能挽救他的现在第一民调的各种选情呢？失业率低，通膨降温，这看起来包括联准会刚刚最新公布的利率美国经济是好转的所以有助于他的连任吗？那尤其在今年新的年度，就被说就业率突然间很快的就业人口大增，所以《纽约时报》报道，这些一连串的经济数据，加上这个经济陷入衰退这种恐惧，似乎慢慢的在这种不满的情绪里，让拜登站稳脚步。那但是也有媒体在酸空军1号上面有媒体搭上去了，那结果吃到了白宫记者写的居然吃到了烧焦的披萨然后大家就在笑说，难道是想输掉底特律风格披萨吗？等等的，拜登有让美国经济好转嘛？就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讨论啦。那当然是纽时报道认为，以公开的数据来看，亮哥的确在经济数据上，从通膨率失业率是相对好转的。但是不管外交议题或其他国内的移民议题等等的，拜登还是很难扭转这一局嘛。因为目前是通膨降温嘛。可是你不知道红海这个要搞多久啊？那中东战争会不会扩大这些都会影响到全球的石油价格、能源的价格那这个是假设这些因素都不存在了。那美国现在经济确实是不错问题是欧洲很差那中国大陆目前也不如预期那只有你一枝独秀有可能吗？所以这个还要再看因为现在才2月那我觉得拜登现在面对俄乌还有这个整个中东的局面，他真的没有好招啦比如说这个智库或我看到谁参议员共和党这个参议员就是这边讲一些废话啦请问也门胡塞的老大是谁？你告诉我就讲那种废话，你知道吗？请问伊拉克那个顺尼激进组织的老大是谁？你告诉我，谁认识啊？什么请贼先请王？我跟你讲，他现在都是分散型的组织，就跟细胞分裂一样，就跟那个当年那个盖达组织这样你打了这里嘛，人就散掉了，他就都是跟游击队一样嘛。可是他却不断的造成你困扰，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也门胡塞武装。你一打他就散掉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一大堆山谷你又没办法进去。那它的包括那个无人机还有各种火箭弹、导弹的射程绰绰有余所以它对货轮还是可以照常攻击然后你美国，你自己在阿拉伯半岛的基地主要都在逊尼派那边，那为什么你偏偏在伊拉克、叙利亚还有基地呢？你为什么不撤呢？比如说你伊拉克还有2500人那叙利亚有人说800，有人说900，你在这里当然就是不断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嘛。事实上，在这次炸死人之前，他已经被攻击过165次，只是人家不要让你死人而已所以我认为他们那个激进的那些什叶派的力量现在已经转变想法了，就是要制造你的死伤，要逼你离开啦。
那你逼你，你看你人那么少，那难道你还要再派军队进去吗？你还要征兵吗？所以拜登很难做啦。乌克兰也是啊，乌克兰现在欧洲通过要给他600亿500亿了，我说错了啊。可是里面有330亿是贷款只有170亿是急救他的经济啊。那你共和党不给钱啊，乌克兰现在也陷入困境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3个事情那边搅来搅去你就会不断的看到拜登无能，然后束手无策的样子了。那光是这个经济是救不了他的选情的啦。的确在美国大选之前这1年，随时这些外交的议题都会成为大家选战关注的焦点，也更难测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军总算对于先前基地被攻击的事件做出了反击，时隔了1周。那你认为这样的反击行动是会有办法限制住战情的扩大，还是有可能反而有更大规模的战事发生？我觉得他最后的结果会跟美国在阿富汗一样，打了20年不会有什么结果。为什么？因为他面对的不是正规军，而是一个叫做武装团体或者叛乱团体，不管你怎么去说它。这些所谓的武装团体或者叛乱团体，第一个他没有穿制服，第二个他没有营地啊，像我们一个正规军队我说第几师第几营，他在那里是营地，他基本上就在那里组织。那我问你，像这些人他的营地在哪？他没有啊，他们现在消灭的大概都是消灭这些组织的弹药库、油库，而且像现在情况这么紧急，你打了之后，他又说他要去报复，如果你是那些叛乱组织，你会什么？你早就跑掉了。我也不会在那，我一定躲起来嘛。然后等到你觉得风头过了，你以为我就会放弃吗？我不会放弃的，因为我们这个几十年、100年来的仇恨就一直记在心里。然后他一定还会出来。然后美国都用什么打他？神盾舰、B-1B 轰炸机都是不晓得多么昂贵的，然后打出去的是导弹，都是以100万美金来做单位的，100万、200万美金。那这些叛乱团体用什么？就是一个无人机啊！无人机多少钱？1万2万，我扛在肩上走到哪里就让发射一下，你怎么消灭我？你没有办法消灭我，而且你把我消灭了，可能我旁边的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爱人，因为仇恨又取代了我的位置，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这种战争是打不完的。能够去控制的一定是正规军，记住，一定是正规军。像这种他们这个胡塞组织啦，什么青年运动，什么什么等等。正规军都很难把它消灭，这是一个。第二个，我很快讲一讲美国大选。大家都说，如果现在选，拜登一定输。可是对不起，不是现在选，现在到11月还有一段时间。那在这段时间，记住，拜登的执政团队有一群的精英，他们会竭尽一切手段，因为他们是一群人想要维持住自己的又吃香喝辣、大权在握的工作，他们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这个要小心一点。但我们在观察中东这个战事，有可能在扩大吗？在这种报复来报复去的仇恨里头，什么时候才是终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东的战火会蔓延到美国这边来吗？现在美英联军出手，拜登终于反击了，也是来自于国内的压力。对，因为共和党一直认为拜登太软弱，那拜登的这个支持者就认为说呢，共和党就是对于战争非常饥渴，希望发动战争。当然，这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说法啦。整体来讲，其实我认为这场辩论在美国内部，其实他指出了2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像 CNN， 因为他很支持拜登嘛，那他的说法是认为说，你看拜登这一次呢，为什么要等了5天才发动攻击呢？他就要让伊朗他的这些以及他的这些伙伴们有时间可以撤出，那不会有重大的伤亡。那他用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我要让对手感受到我很愤怒，但是呢。